凌晨2点，家里停电了，我被热醒，看了会吃播，看得越来越馋，便点了份外卖。请勿敲门，家里有人休息，餐品送达，请放门外即可，谢谢。可外卖员到了后，却把门开得砰砰响。你点的酸辣粉汤洒到袋子里了，您开个门看看吧。没事儿，您放门口就行，我不投诉。不行啊，美女，你得开门看看，不然我没法订。僵持了好一会儿，外面突然安静了。美女，你家门口垫子下面有把钥匙。我确实在门口这毯子下面藏了把备用钥匙。门口的地垫很厚，周围还堆着不少杂物，不蹲下去翻，根本发现不了。我屏住呼吸，侧着身子，哆哆嗦嗦地把眼睛凑近猫眼。外面漆黑一片，伸手不见五指，看来是整栋楼都停电了。这钥匙是你家的吧？冷汗瞬间浸透了后背，我不敢装哑巴，只能硬着头皮撒谎，声音尖得有点走调。不是啊，什么钥匙？估计是谁掉这儿的吧。订单我已经点了确认收货，5星好评了。您放心走吧。门外没了动静，我把耳朵死死贴在冰凉的门板上，大气不敢喘。那谢谢你了啊，美女，对不住啊。听起来像是在用手机确认评价，也许真是我想多了。汤洒了不少，袋子里全是，你拿的时候小心啊。好的好的，谢谢您了。对了，美女，我这人话多，你别见怪。一个姑娘家自己住，钥匙最好别藏门口垫子下面，太容易被人猜到。这话听着倒像是真心提醒，我紧绷的神经松了一点点。谢谢您，回头我就收起来。女士，您刚才不是说这不是您家的钥匙吗？他在套我的话。美女，你家真的有人在睡觉？刚才太紧张了，把家里有人这事儿给忘了。慌乱中，我准备好了报警电话。他要是再敢吓唬一句，我立刻拨出去。逗你玩呢，美女啊！没事没事，我走了，用餐愉快。脚步声由近及远，渐渐消失在楼道深处。我后背紧紧抵着门，像一尊石雕，一动不敢动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死一样的寂静。我抖着手点开外卖平台，找到订单，骑手叫刘强，送了3000多单，评分4.7，一切看起来都无比正常。也许真的只是个无聊的恶作剧。肚子饿得咕咕叫，我实在是等不下去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猛地拉开了门。走廊里黑洞洞的，静得吓人。酸辣粉的红油汤水淌得到处都是，比我预想的还要严重。我皱着眉，强忍着恶心，先把湿漉漉的袋子提进来。看着地上那一大滩油污，我找出拖把擦地，擦到一半，我猛地僵住了。毯子下面那把备用钥匙不见了。砰地甩上门，反锁。报警，必须报警！手指悬在拨号键上，我却犹豫了。我没法证明钥匙就是他偷的，而且他也没对我造成实质性的伤害。警察来了，最多给他一些口头警告。可他知道我住哪儿，还套出我是一个人独居。冷汗又冒了出来，我手指哆嗦着，滑到通讯录，点开闺蜜张雪的头像，打了过去。张雪是我大学死党，去年搬到了隔壁单元。她是个十足的艺人，以前没少帮我。她听我结结巴巴说完，笑得非常大声。你个大聪明！那送外卖的要是坏人，发现钥匙为什么不直接藏起来回头用？还能告诉你，你刚才不都开门拿饭了？他要是没走，你能好好站着跟我说话，肯定是钥匙就在哪个犄角旮旯呢。也有可能吧，可我这心里头还是发毛，今晚铁定睡不着了。行，姑奶奶，我过去陪你，这总行了吧？没等我说话，他直接挂了，我赶紧打回去，他全给我掐了。别来了，外面太危险。我飞快打字，张雪的消息噼里啪啦弹出来。几不路的事儿，等我。倒是你，知道自己住的破筒子楼不安全，还不赶紧找个对象当保镖？身边有顺眼的没？我给你介绍介绍。等你到了再说吧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和张雪认识好多年了，但是最近1个月开始，她突然非常高频地催我谈恋爱。以前她还一直说我单身很潇洒来着。张雪没再回，我猜她已经在路上了，缓了口气，等着她过来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手机上的数字跳了10几分钟。不对，张雪和我是隔壁单元，就算慢慢走，5分钟也该到了。连着发了3条消息，也没有回复。虽然我怕得要死，但是他是在找我的路上没有了消息，我决定出去看看。
我抓起钥匙，打开手机闪光灯，拉开门。走廊除了地上那片刺眼的油污，什么也没有。3步并作2步，我一路小跑到了1楼的单元门，用手机在门前扫了扫，没看到张雪。但突然我的汗毛立起。外卖员，是那个外卖员，血，他被人割喉了，他死了。我头皮炸开，魂飞魄散的转身就往回跑。我抖着手赶紧给张雪打电话，但他那边只有忙音。张雪，楼下死人了，是个男的，杀人的可能还在附近。你到底走到哪儿了？不管你在哪儿，你别过来了，快回去啊！发完了信息，我立刻报了警，将我所看到的和经历的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警察。我还找到了很久以前的自行车锁，将门又锁了一道，而且缠了很多圈。心想除了警察，天王老子来了我也不会开门。那死人惨白的脸还在眼前晃，到底是谁3更半夜的会去杀一个外卖员？快开门！张雪，开手电，楼道可能有危险。我刚出门手机就没电了，开不了机，你快让我……顾不上那么多，我开始一圈一圈地解开我的自行车锁。张雪持续地催我，她开始疯狂砸门。那杀人犯要是躲在楼梯口怎么办？你快马上好了，那个杀人犯应该还没上来。他刚才说他的手机早就没电了，那么他是怎么知道杀人犯的事情的？张雪在骗我。冷汗顺着背脊往下滑，我开始犹豫了，我开始有意识地撒谎。我锁坏了，打不开了。这句话像捅了马蜂窝，他开始对我疯狂地咒骂。突然，所有声音都停了。杀人犯！别过来！我自爆！张雪，张雪，张雪！是我没开门。他妈的，就这还他妈闺蜜，屁呀！这声音是那个外卖员，他没死。那我楼下看见的，他果然拿走了我的备用钥匙。我手脚并用地往厨房爬，灶台上只有一把切水果的小刀，冰凉的刀柄刚抓住，就听身后咔嗒一声脆响，自行车锁还缠着，门只被推开一条缝。我用手机的闪光灯照在门上，一个男人的半张脸在门缝的阴影里晃了一下。是物业电工，那个整天在筒子楼里修水管、换灯泡的电工。是你？你要干什么？你把张雪怎么样了？干什么？等我进来你就知道干什么了。眼看自行车锁撑不了太久，我拿着刀，人身铠甲蜷缩在房间的角落，随时准备和他鱼死网破。一声巨大的闷响震得耳朵发麻，预想中的剧痛没来，几道强光手电筒的光柱猛地刺破黑暗，打在电工身上，也晃得我什么都看不清。经历了这一切的我看到曙光，瞬间感觉浑身无力，直接昏倒了过去。等再次醒来时，我已经在医院的病床上。当晚在现场的警察告诉了我一切，从一开始敲门和我说话的就已经不是真正的外卖员了，而是物业的水电工。昨晚外卖员和张雪都遇害身亡。原来水电工通过工作便利打听到了张雪做主播的职业，并伪装成有钱的大款，成为了张雪的榜一。直播公司通常都会让主播和榜一线下见面维护关系，这一件不要紧，张雪被水电工迷晕，并拍下了大量威胁视频，从此张雪就被迫和水电工成了情侣关系。张雪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水电工，无奈之下提出给他介绍一个新的女人，以此作为交换条件放过他，而那个女人就是我。原来这就是张雪最近1个月突然高频次给我介绍对象的原因。可我屡次的拒绝让水电工没了耐心，昨天水电工在1楼专门断了我的房间和楼道的电，本来打算借维修电路的借口进我的房间，结果在单元门口正好碰到了给我送餐的外卖员，于是临时起意想假扮成外卖员对我入室猥亵，便给外卖员说帮他送上来，但我的外卖员坚持要自己把外卖送到，两人起了争执。水电工失手用美工刀杀死了外卖员，他将外卖员的尸体藏在草垛后面，自己伪装成外卖员，但我始终没有开门。结果在水电工的逼问下，张雪告诉了他我的地垫下有备用钥匙。拿到钥匙后，水电工就回去准备处理尸体了。本想着拿到了钥匙以后可以悄无声息地对我进行无数次猥亵，可
可没想到下楼处理尸体的时候，正好碰到了来找我的张雪。之后的事情我就都知道了。水电工一路追着张雪到楼道里，眼看事情越闹越大，纸包不住火，索性破罐子破摔，直接杀了张雪灭口。而我如果不是及时报了警，恐怕现在也已经是一具被藏在不知道哪里的尸体了。你好，我叫安夏，我们下个故事见。